万万没有想到，将鸡蛋倒进腐竹里面，做出来居然这么好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，欢迎来到天天相见厨房。今天我们用腐竹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家常美食。这样做出来的腐竹鲜香入味，而且就算是汤汁拌饭也能吃上一大碗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适量的腐竹，我们先把腐竹处理一下。用剪刀给它剪成长段，长度大概5-6公分左右，就好像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们将腐竹全部剪成长段以后，接着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温开水，将腐竹浸泡起来，将它提前的进行泡发。浸泡起来后，先放开旁备用。紧接着，我们再准备一小块新鲜的五花肉。清洗干净以后，将它改刀切成薄片。如果家里面不吃肥的，我们也可以用瘦肉来代替。将五花肉全部改刀切好后，先给它装在小碗里面备用。下面再准备些许的小料，先准备几个大蒜，将它改刀切成蒜片。然后再准备一小块生姜，同样的把它改刀切成小姜片。最后我们再准备葱白少许，将它改刀切成小段。把姜葱蒜全部改刀切好后，先给它装起来。然后再另外的准备些许的小葱，把它改刀切成长段。把葱段切好后，我们再准备几个香菇，先把香菇清洗干净，然后再去掉香菇腿。最后再把香菇给它改刀切成稍微厚一点点的薄片。把香菇全部改刀切好后，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紧接着我们再准备少许的小米椒，把它改刀切成小段。如果家里面不吃辣的话，可以少放一点，或者是不放。切好以后，先给它装起来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腐竹。在经过半个小时的浸泡以后，现在的腐竹已经是完全的泡透了。下一步，我们再将腐竹清洗一下，清洗掉腐竹上面的一些灰尘和杂质。清洗干净以后，我们将腐竹捞出来，攥干水分。然后再放在大一点的盆中备用。然后再准备一个小碗，打入3个新鲜的鸡蛋，用筷子将鸡蛋快速的搅拌一下，把鸡蛋给它彻底的打散。我们将鸡蛋搅拌至用筷子挑不起来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把鸡蛋液给它倒进控干水分的腐竹里面。然后再用筷子把它轻轻的搅拌一下，将它搅拌均匀。我们将它持续的搅拌一小会，让鸡蛋液和腐竹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将腐竹完全的拌匀以后，先放开旁备用。接下来起锅，添加稍微多一点点的油，油热以后再把鸡蛋腐竹倒进锅里面，用锅铲给它摊开摊平，将其煎制一下。开小火把它煎至底部定型以后，用锅铲将它翻个面，把另外的一面也同样的煎制一下，将腐竹和鸡蛋煎香。我们在煎制过程中可以轻轻的晃动一下铁锅，让锅中的食材可以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最后我们将腐竹给它煎至金黄焦香就可以了。经过这样的煎制以后，腐竹吃起来会更加的香。我们将腐竹煎香以后，先把它盛出来备用，然后再重新起锅，下切好的五花肉，开小火将它煸炒一下，先把五花肉多余的一些油脂煸炒出来。我们将五花肉持续的煸炒一小会，炒出油脂后，接着再把姜葱蒜添加进来，然后再继续的把它翻炒一下，
把姜葱蒜炒出香味。炒香以后，紧接着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蚝油，还有酱油，然后再将它继续的翻炒一小会，把它酱油的酱香味翻炒出来。炒出酱香味以后，紧接着再把香菇也放进来，然后再继续的给它翻炒一小会，把所有的食材炒出香味。全部炒香以后，紧接着再把腐竹重新回锅，再沿着锅边来上少许的料酒，去腥增香。经过这样的处理过后，猪肉吃起来基本没有什么腥味了，吃着也更加的香。接下来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汤水，然后再扣上盖子，给它焖煮10分钟。用小火将它焖煮10分钟以后，下一步我们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少许的鸡精，还有白糖提鲜，再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少许的蚝油，最后再来上些许的胡椒粉，然后再用锅铲把它轻轻的翻炒均匀，让所有的调料充分的化开。调味以后，我们再继续的给它煨煮一小会，让所有食材的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煨煮2-3分钟以后，下一步我们开始勾芡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水淀粉。勾芡以后，迅速的翻炒均匀，让水淀粉充分的化开。在出锅前的1分钟，我们再把小米椒还有葱段添加进来，给它翻炒均匀，把它翻炒成熟。我们在出锅之前再添加少许的葱油，然后再继续的简单的翻炒几下，给它翻炒均匀，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这腐竹闻起来真的是老香了，虽然卖相不咋地，但是吃着真的是超级的好吃。最后将它关火，装在砂锅里面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就这样，一道非常好吃的砂锅腐竹包就已经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腐竹吃起来鲜香入味，而且还有一股鸡蛋的香味，吃着特别的好吃。这里面的腐竹简直比荤菜还要更加的香，而且就算是汤汁拌饭，相信你也能吃上一大碗。这是一道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的一道家常菜，而且做起来也非常简单的，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操作。喜欢这道菜的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